康妮和爱德华是一对有着梦想、生活美满的恩爱夫妻。步入中年的他们和8岁的儿子、一条小狗以及一名管家，住在纽约市郊的一栋舒适的大房子里。丈夫爱德华是一个踏实的男人，经营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，每天3点一线的回家，工作事业也很稳健。康妮也没有落后于丈夫的发展，是一个独立女性，有自己的事业。他们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，但是这样稳稳的幸福往往会让人觉得乏味与平淡。在康妮看来，再强烈的幸福都难以做到历久弥新，一成不变的生活让康妮感到厌倦。很快激情就来了，这天风大得离谱，康妮狼狈不堪地走在灰色的街道上，在拐角处和一个抱着一摞书的陌生男人撞了个满怀。命运的风让康妮和他相遇了，这样偶然又浪漫的邂逅像极了命中注定。顾不上双膝受伤的康妮着急地打车快点回家，但是这个贴心的陌生男人告诉他自己就住在楼上，请他随自己上楼处理一下伤口，但是出租车已经停在了身边。命运似乎给康妮设置了2个选择，很多事情只在一念之间，但是康妮却选择了和这个长相帅气的陌生男人上楼。这样的一次邂逅，无异于在灰暗的布景里出现一抹跳动着的象征着生命的绿色。这个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陌生男人名叫保罗，是个法国的，以卖书为生。两人相谈甚欢，康妮小心谨慎地处理自己腿上的伤口，但是保罗亲自为他的伤口敷上冰块时，做出了很暧昧的动作。突然的亲昵动作触动了康妮的心弦，小鹿乱撞的康妮打算赶快离开。临走时，保罗送给康妮一本书，并对着康妮念了一段书中的片段。书里的美酒、玫瑰、及时行乐十分有暗示性。康妮当然知道保罗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就是这个感觉让她重拾了年轻的心动。回到家的康妮心神不宁，和丈夫讲了今天发生的这个小意外，但是绝口不提保罗挑逗性的行为和话语。第二天，康妮在家里翻开保罗送给她的书时，突然掉下一张保罗的名片，上面印有他的电话号码。看来保罗是个老手了，玩起手段溜得不行。原本以为不会再和这个陌生男人有交集的康妮动摇了，打扮好后出门了。在地铁站，她用公共电话打电话给保罗道谢。保罗邀请康妮去他的住所喝咖啡。康妮看了一眼自己手中正拿着的咖啡杯，然后把它放在电话机上，笑着答应了。到了保罗的住所，保罗帮康妮脱下外套，他的手指轻轻划过康妮的颈部，让康妮有些触动。两个人毕竟还不熟悉，彼此间显得客气又拘谨，但是偌大的房间，单独相处的男女，这一切都充满了激情。作为已婚女性的康妮，虽然没有做出对不起丈夫的事情，但是她约会了这个年轻的陌生男人2次，心里还是有些许的愧疚和自责。经过短暂的调情之后，康妮匆匆离开。为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宽慰，康妮特意买了一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丈夫，并亲自送到他的办公室。然而无法安心入睡的康妮还是抑制不住自己，情欲难挡的她，第3天依然忍不住跑去了保罗的家里。两人在家跳起了舞，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。年轻俊美的保罗有着棕色长发，他那不可抗拒的微笑以及充满朝气的身体，终让康妮沦陷。两人偷食禁果，分外激情。在回家的火车上，康妮意犹未尽，满脑子都是两人的激情，在罪恶与羞愧中徘徊，淋漓地展现了淑女的闷骚本性。之后，康妮便正式开始与保罗交往。康妮的丈夫爱德华也发现了妻子的改变，每天都打扮得性感漂亮，总是很频繁地往外跑。天真的爱德华非常相信康妮，以为妻子是为了升职加薪才这样努力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妻子这样的改变无非是每天都让他更绿一点。保罗是个喜欢刺激的年轻人，他大胆到出现在康妮和朋友的聚会中，会在康妮来到厕所的时候给她惊喜。两人激情了一番，这样疯狂刺激的行为让康妮更加着迷，也让康妮和丈夫的婚姻更加摇摇欲坠。和保罗一番激情之后，康妮如获重生一般开心。出来后的康妮在保罗楼下遇见了2位老朋友，交谈中老朋友有所察觉，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康妮，每一个不忠于自己婚姻的女人最后都将以悲剧告终。但是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康妮却心存侥幸，相信自己能掌控全局，在家庭和私欲之间游刃有余，达到平衡。接下来2个人越发的胆大妄为，甚至光明正大。2个人在餐厅中忘情接吻的时候，居然被爱德华的员工亲眼目睹。伴随着康妮的正式出轨，丈夫爱德华也在生活中察觉到了妻子的异常，逐渐清醒。尽管他知道康妮在欺骗他，但是憨厚老实的爱德华真的非常爱康妮，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之前，仍旧保持沉默。生活还在继续，
康妮一边享受着和保罗的秘密，一边浸泡在家庭的温馨中。直到有一天，爱德华的员工告诫他，让他留心自己的妻子康妮，这让爱德华惴惴不安。但是作为一个经商多年的成熟男人，他绝对不会直截了当地质问妻子，而是非常聪明地请来了私家侦探，帮助自己调查妻子的行踪，并向妻子撒谎说要出差一天。结果妻子和保罗疯狂玩了一天。在一次偷欢后，康妮忘记接儿子放学，这让康妮非常自责，终于触碰到了他的道德底线，决定不再联系保罗。只是突然断开联系的康妮非常难受，甚至还发现了保罗不止他一个情人，这让康妮怒火中烧，和对方厮打了起来，毫无形象。但是他忘了自己也只是一个出轨的小三而已。康妮来到了保罗的家里，怒斥保罗是禽兽，接着就准备摔门而出，但是保罗追了上来，用他那致命的温柔再一次征服了康妮。保罗甚至坦言，在自己眼中康妮只是个临时玩具，但是康妮还是无法自拔。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悔恨自责，但却一次又一次的听从身体的召唤，不顾一切。即便他发现这个帅哥勾三搭四，还有更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即便醋意大发，仍然抵抗不住身体的渴望。几天后，私家侦探告诉了爱德华真相。侦探拍出来的照片让爱德华不忍直视。此时他的内心无比复杂，他决定自己去会一会保罗。就在康妮最后一次离开保罗住所的片刻后，爱德华走了进去，见了面的两个男人进行了正面的接触。一个是隐忍沉稳的中年男人，一个是年轻健硕的青年男子，一个背负着妻子背叛的伤痛，一个则被情人丈夫的来访弄得拘谨无措。无形的较量一直在两人的谈话中进行着，这场较量一直处在完美的平衡状态，直到爱德华看到了桌上的水晶球时，一方的失控才撕破了这个让人窒息的平衡。那是他送给妻子的定情信物。所有的矛盾冲突在一瞬间迸发了，忍无可忍的爱德华失手将水晶球砸在了保罗的头上。视线逐渐清晰后，爱德华才发现保罗已经死了。就在这时，桌上的电话响起，爱德华听到了妻子要和保罗分手的电话留言，并且哭诉自己对婚姻的内疚。双手鲜血的爱德华苦笑地站在原地，稳定情绪后，他打算毁尸灭迹，继续过自己平稳的生活。但不幸的是，电梯却突然坏了，他只能把尸体放入后备箱，路上还险些被人发现。深夜，爱德华趁着妻子熟睡，偷偷把保罗的尸体扔到了充满恶臭的垃圾处理站。一切都恢复了平静，妻子康妮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，继续扮演着自己贤妻良母的好人设。一家人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，直到这天警察的到来才打破了平静。原来保罗和自己真正的妻子分居两地，不归家的保罗让妻子以为他失踪了，于是报了警。警察在保罗家的桌子上发现了康妮的照片和电话，于是上门询问。康妮推脱自己只是买了书，和保罗并不熟悉。但是康妮在去取衣服时，却发现丈夫口袋里有自己出轨的证据。之后她又发现送给情人的水晶球居然又回到了家里，瞬间明白了一切。在把玩水晶球时，她无意间看到了全家福照片，还有当初丈夫送给她的爱心卡片。这一刻让她无比感动，虽然和丈夫的生活平淡，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真。然而保罗的尸体还是被发现了，警察再一次找上门来，但没有直接证据指向爱德华。得知死讯的康妮不禁流下了泪水，她十分好奇保罗的死因，哭着质问丈夫。两人吵了起来，丈夫压抑的情绪再次爆发，终于说出了实情。丈夫表示自己打算自首，康妮却希望全家人搬去墨西哥更好，没有人会知道这一切。故事的最后，两人在车中亲吻，而车就停在警察局门口。究竟他们会像康妮想的那样搬到墨西哥隐姓埋名过下去呢，还是会坦荡自首坐牢，搭上后半生的幸福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这样的结果不禁让人心酸。为什么本就近在身边、触手可及的幸福，总要在经历过那么多的是非之后，才会让人学会不舍与留恋呢？为什么只有我的生活为不顾，铤而走险，只为一尝再尝禁果的味道？哪怕烈火焚情，转眼间万象皆空，也要陷入痛苦与悔恨的深渊呢？俗话说，静心观流水，冷眼看世态。我们不是圣人，不可能做到无欲无求，也不可能让烦恼不生。我们只能通过在烦恼中静心，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不再自寻烦恼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儿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